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跑男114首播海上接力翻车，孟子义意外坠海，白鹿舍身相助反倒狼狈不堪。说实话，我追了这么多季综艺，发现有件不太符合常理的事情。有时候节目最打动人的，偏偏不是那些精心设计的完美桥段，反而是明星们出丑、没偶像包袱的瞬间。就像这期《奔跑吧114》开场那个海上接力，明明是个竞技游戏，可最后最让我记住的竟是几个人掉进海里的尴尬画面。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香蕉气垫船？白鹿前一秒还特别自信地说自己不用扶手，下一秒就直接和孟子义一起翻进海里。更绝的是，白鹿掉下去之后还一直给孟子义拖着地，结果自己连喝了2口海水。被救援人员拉上来的时候，他鼻涕因为进了海水都起了泡，在镜头前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了。不过这种窘迫其实比任何剧本都更有意思。你想，我们平常发朋友圈都得花半天时间修图，可他们在高清镜头下直接社会性死亡，反倒让人觉得特别真实。就像你和朋友去海边玩一样，谁还没个站不稳掉进浪里的事情？明星愿意把这一面展示出来，可比那些永远光鲜亮丽的滤镜人设亲近多。有意思的是，真正让我笑出来的还是李晨。在运送白鹿的那个环节，大黑牛突然放了个屁，被白鹿当场喊出来。一向是老综艺人的李晨，瞬间尴尬的直接把头埋进了地毯里。那个画面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每次都想要笑。就如同朋友聚会时谁没碰到过那种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时刻一样的这个场景。明星把这种不完美直接播出来，比任何编剧写好的笑点都更具感染力。就好像你闺蜜在你面前打了个特别响的嗝，你们相互嫌弃却又相互觉得好笑，这种真实感才是综艺最应当保留的东西。不过范丞丞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运送孟子义的时候他明显在开小差。等到白鹿和孟子义运水到达终点之后，他居然对着2位头上的水杯来了个抖3抖。这事情一般人还真做不出来，可他却做出来了，全场观众直接笑得前俯后仰。这种行为要是放在工作场合，肯定会被人埋怨不配合，可是在综艺里，他就是那个专门负责打破僵局的人。就好像朋友聚会里总会有一个爱捣乱的，要是没他，反倒会少些趣味。范丞丞在这档节目里的角色定位十分明确，出丑、逗乐子，他清楚什么时候该正经，什么时候该破坏节奏，这种自觉还挺难得。话又说回来，夸下海口这个游戏名字本身就挺有意思，夸下海口本来就是说吹牛的意思，结果节目组真让人在离岸10公里的地方下海接力，皮划艇加上自由泳，字面意思和实际场景完美碰到了，这种文字游戏和实景的结合，好像节目组给细心观众埋的小惊喜。而且李晨在皮划艇冲刺环节，从明显落后最后实现反超，被嘉宾叫做大海牛。他那种用尽所有力气的样子确实挺有意思，就像节目里说的，他在岸上是大黑牛，在海上就是大海牛。明星们没偷懒，都拿出了全部本事。这种实实在在的对抗，看着就是比光耍嘴皮子有意思。不过换个角度考虑，撕名牌回来虽说对很多人是情怀冲击，但时代少年团作为飞行嘉宾，和常驻团之间的体力配合能不能打出不相上下的对抗感觉，实际上是个值得琢磨的事情。观众想要看的是你来我往的紧张感，不是一边倒的回忆冲击。要是对抗不均衡了，再经典的环节也不会有那种让人憋着呼吸的魅力。打游戏就好像一边倒的局看一次还行，看太多就没趣味，所以
这一期跨海接力那种双方都有赢面的设计，反倒比单纯的情怀回归更吸引人。话说回来，这一期还有个特别让我觉得戳中的细节，孟子义和白鹿落水的时候，周围人的反应完全不一样。李云瑞看到孟子义掉到海里，马上站起来张望，确定他被救起来之后，才松了口气。而看到白鹿又一下子掉进海里，他却特别开心地笑了。这种下意识的反应差别，比任何剧本安排都更为真实。它让观众看到嘉宾之间真实的亲疏远近，并非全员假客气，而是就如同你我身边一样，有人让你紧张，有人让你放心大笑。这样的温度才是综艺最应当保留的东西，比硬凑出来的全员有爱要舒服得多。总体而言，这期节目没有依靠滤镜和剧本堆砌出完美，而是凭借一个个真实的出丑和闹笑话支撑着。从帆船落水到放屁捂脸，从斗水杯到海上反超，每一个片段都好像你我生活中会碰到的尴尬又好玩的瞬间。第2期能不能保持这个节奏？说实话，我还挺期待的。最后想问你，要是你和朋友组队玩海上接力，你是像李晨那样使劲反超的类型，还是像范丞丞那样专门负责捣乱的类型？